從古裝神顏到粉底液將軍，張凌赫被罵，到底冤不冤？逐玉剛開播那會兒，很多網友直呼這是張凌赫的顏值巔峰，頂級光影配上古裝造型，出圈美圖一張接一張。可劇情播着播着，風向徹底變了，他被網友們冠上了一個哭笑不得的粉底液將軍稱號，段子更是滿天飛。三軍聽令，本帥的粉底液掉了，改日再戰。雙引號，約好9點打仗，將軍5點就得起床化妝。咱先別急着站隊，得看看這粉底液將軍的稱號到底咋來的。咱們印象裡的古戰場，那是泥濘、血腥、混亂的地方。就算是將軍，也不可能在砍完人、摸爬滾打之後，臉上還乾乾淨淨，底妝穩如泰山，連個毛孔都看不見。可張凌赫在逐玉裡飾演的武安侯謝征，造型確實有點用力過猛。頭戴戲曲風格的雉雞翎，華美鎧甲精美無損，皮膚白皙透亮，無漢字污跡。有網友甚至調侃那2根長長的雉雞翎是插標賣首，生怕敵軍弓箭手找不到目標。除此之外，張凌赫的打戲缺少力度，騎馬鏡頭也使用了假馬。花絮中顯示他拍攝上馬戲份時需要借助威亞，還因為威亞繩卡在腋下露出痛苦表情，結果被粉絲讚敬業。當然，也有粉絲替張凌赫說話，說原著裡對謝征的外貌描述就是俊美清隽，面若冷玉，演員的長相和扮相是高度還原的。這得承認，張凌赫的顏值確實沒話說，但他錯就錯在把仙君的那套審美直接搬到了將軍身上。2年前《蒼蘭訣》裡的長橫仙君，雲霧繚繞中瓷白的面容是加分項，但把這套標準用在烽火連天的戰場上，就只剩下違和感了。當鏡頭裡將軍的臉比旁邊士兵的手還白嫩時，觀眾不出戲才怪。如果說張凌赫是精緻的代名詞，那何潤東的項羽就是真實的教科書。為了演好《楚漢傳奇》裡的西楚霸王，何潤東那可是真下了血本。他特意增重，讓自己身形魁梧，能撐得起厚重的鎧甲。拍攝時，他主動要求化妝師把眉毛的眉角部分剃掉，就為了讓自己的形象更符合項羽那種一代英雄豪傑的粗獷氣質。劇裡的何潤東臉上是真實的泥水和血污，頭髮被汗水浸透，眼神凌厲，跨上烏騅馬一聲怒吼，屏幕外都能感受到撲面而來的雄性荷爾蒙和刀口舔血的兇悍。這才是觀眾心裡那個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霸王。這一對比，反差感直接拉滿。一個是戰場上皮膚白皙，妝容精緻，仿佛剛從美妝博主直播間走出來的奶油小生；另一個是滿臉血污，鬍子拉碴，渾身散發着粗礪感的西楚霸王。張凌赫拍了4個月，結果熱度最高的不是演技高光，而是一個嘲諷的稱號，反而意外帶火了14年前何潤東演的項羽。有網友戲稱，張凌赫這部新劇算是給何潤東做了嫁衣。其實，要論古代將軍到底該長啥樣，還真能找標準答案。看看秦始皇兵馬俑裡出土的將軍俑，那可是按真人真馬塑造的。根據資料，這些將軍俑平均身高都在 1.92 米以上，身材魁梧，外披彩色魚鱗甲，頭戴荷冠。最關鍵的是他們臉上那種歷經戰陣的感覺，有的面型修長，一把長鬚，眉宇凝聚，有的額頭上還有皺紋，一看就是出身祖武，經過戰場錘煉的。這才是真正的將軍形象，他不一定是糙漢子，但一定是有力量感、有威嚴、有風霜感的。漢代名將周亞夫駐軍細柳時，軍令嚴整，被漢文帝稱為真將軍。這種真是軍人的鐵血與威嚴，而不是靠一張白皙的臉撐起來的。咱不是說古代將軍就不能長得帥，蘭陵王還因為太帥的戴面具上戰場呢。但問題在於，
帥和假是兩碼事。網友們反感的不是帥，而是那種脫離角色的懸浮美感。其實，粉底液將軍上熱搜，與其說是針對張凌赫個人，不如說是觀眾對當下古裝劇流水線式審美的集中爆發。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，古裝劇陷入了一個怪圈，不論角色身份，將軍也好，書生也罷，全員共享一套無瑕妝容。韓式水光肌、半永久妝造、工業化的精緻正在扼殺角色的多樣性。這種模板化的創作惰性，本質上還是主創團隊過度依賴流量和算法，把高濾鏡加精緻妝造加慢鏡頭當作絕對安全牌。導演追求的是逆光中完美的臉，而不是角色該有的真實質感。大家想想，這不就是顏值即正義的邏輯嗎？反正只要人長得好看，粉絲就買單。可問題是，網友們不是傻子。古偶劇雖然是造夢，但不等於只能造同一種夢。豆瓣9.2分的漢武大帝，陸建民演的衛青，被無數歷史迷奉為經典。他演出了衛青那種從騎奴到大將軍的蛻變感。前期在平陽公主府當差時的隱忍沉穩，後期七戰七捷，統領漢軍的氣吞山河，層次感極強。尤其是龍城之戰那場戲，面對李廣等老將的輕視，他不卑不亢，最後直搗龍城，火燒匈奴聖地，一戰成名。陸建民的衛青是那種靜水深流的將軍，平時看着溫潤，但一上戰場，眼睛裡全是狠勁兒。吳磊在《星漢燦爛》裡的凌不疑，可以說是近年來古偶劇裡少年將軍的天花板了。首先，吳磊是真會騎馬，花絮裡他手拿長槍，一腳跨上馬背，動作行雲流水，乾淨利落，這玩意兒裝不出來。其次，他演出了凌不疑那種瘋批將軍的勁兒。戰場上是殺人不眨眼的孤狼，下了戰場看成少傷的眼神，又全是佔有欲和溫柔。這種反差感，再加上他本人的少年感和一身腱子肉，網友們才會願意為這個角色買單。如果說前面兩位都是成熟型將軍，那劉昊然在《琅琊榜之風起長林》中飾演的蕭平京就是成長型。前期他是被父兄庇護的長林府二公子，嬉皮笑臉，意氣風發，像個陽光大男孩。後期大哥和父親相繼離世，他一夜之間扛起長林軍的旗幟，蛻變成沉穩持重、深謀遠慮的少年將軍。劉昊然把這種前後的反差演得很自然，尤其是穿上鎧甲後的眼神變化，從清澈到堅毅，觀眾是能看到的。這種養成系將軍代入感極強，這些角色各有各的魅力，說明觀眾的審美本就是多元的，根本不是只能接受白幼瘦。面對爭議，有粉絲把原因歸結為迎合觀眾審美，這其實是在甩鍋。網友們可沒要求將軍必須在戰場上化妝，真正的戰場將軍就應該是何潤東那樣的，哪怕出身偶像劇演員，也能為了角色增重，剃眉毛，在零下10幾度的環境裡，穿着幾十斤重的鎧甲硬扛。這種敬業精神，才配得上將軍二字。張凌赫也不容易，為角色付出了努力，但當導演追求的是逆光中完美的臉時，演員的真最終也會淪為過度精緻化的工具。說到底，這次粉底液將軍的爭議，其實是古偶審美與歷史邏輯的衝突。喜歡何潤東版項羽的人，懷念的是那個追求寫實厚重的創作年代；喜歡張凌赫版謝崢的人，享受的是當下古偶劇帶來的視覺美感和角色反差。審美本來就是流動的，這沒什麼好爭的。但值得欣慰的是，這場爭議也讓行業看到了網友們的態度：流量與顏值只是敲門磚，貼合角色的塑造才是長久之道。內娛從來不缺俊男美女，缺的是尊重角色、敬畏表演的態度。古偶創作不該被精緻審美綁架，讓將軍像將軍，讓書生像書生，
讓每個角色都擁有本該屬於自己的真實質感。